前面给大家分享了如何选电钻，如何在不同墙面上打孔，以及如何在木头上打孔。今天他们的续集来了，也就是开孔后如何在承重墙、非承重墙、石膏板、金属和木头上选用膨胀螺丝。这部分非常重要，膨胀螺丝选不对意味着固定东西的脱落，轻则东西掉落摔坏，重则使用的人受伤。所以我不但用剖面图直观让你看清膨胀螺丝的工作原理，告诉你不同地方应该用哪种膨胀螺丝，还更硬核的用仪器把它们的承重数值都测了出来，让你真正知道如何用和正确用。这些都是之前没有人做过的。OK， 不说废话，我们正式开始。讲它们之前，我们要先明白为什么需要膨胀螺丝，以及什么是膨胀。你面前的这些都是膨胀螺丝，它们形态各异的原因在于承重不同、适用的地方不同和固定的东西不同。把一个东西固定在墙面上，最简单的方法是钉钉子。钉子钻入墙面后，墙面与钉子相互挤压，就实现了钉子的固定。但墙面特别硬时，钉子会很难砸进去，即使费劲砸进去也会崩坏墙面。所以现在都是先钻个孔，塞进去膨胀螺栓，然后再拧入螺丝实现固定。所以膨胀螺丝实现的就是抱紧螺丝和挤压墙面的功能。抱紧螺丝很容易，螺栓和螺丝成组卖就行，这样螺纹和螺栓的长度直径相互匹配，膨胀效果才最好。但挤压墙面，也就是抓墙这部分就复杂多了，因为墙面的材质和承重不同，所以对应的膨胀螺丝的抓墙方式就不同。有靠体积膨胀后用尖齿增大与墙面摩擦力的，有把套筒缩成团增加体积的，有把尾部炸开的，有直接进行变形的，还有用化学溶剂与墙面融合的等等。讲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对膨胀螺丝都有概念了。那我们就按承重大小从小到大来介绍。赠送的这种膨胀螺丝最常见，它可以靠外面这些凸起来抓墙。这是6毫米的膨胀螺丝，所以我们用6毫米的钻头钻下孔试下拉力。实测承重在7公斤左右，又找了个刺儿更多的样式试了下，承重8.5公斤，也是10公斤以内。这个叫小黄鱼，经常 DIY 的朋友和老师傅都认识它。和刚才那些商家赠送的相比，其实就是塑料更硬一些，一样也是靠体积膨胀和这俩小尖尖来抓墙。实测6毫米的承重有18公斤。这款进口的某鱼这几年很火，属于多功能款，能适用于多种墙面。我平时其实不用它，因为它太贵了。这次趁机会也买来测一测。我买的8毫米粗的，它有长短2款，这款是短的，它两侧的锯齿比小黄鱼多些，能更好的抓墙和防旋转。它的膨胀方式和小黄鱼也类似，属于体积型膨胀。实测能承受88公斤的拉力，这数据快接近我仪器100公斤的测量上限了。然后又用这一盒的价格买了100组国产的长款，个人其实也很好奇国产究竟有没有效果。长款的螺栓更长，承重更大，它最大的特点是尾部可以炸开，这样除了承重墙以外还能用于其他墙面，等下还会说它。测承重前为了公平起见，我把它剪断了，用的也是短款的螺丝，拧的时候是相当费劲，最后剩一点实在是拧不进去。然后测承重时意外发生了，直接超出仪器的负载上限，把钩子给我拉坏了。峰值数据104公斤，实在太强了。看来长的剪短了也更好用。这里声明一下啊，测试条件和仪器非实验室级别，结果仅供参考。我平时用的最多的其实是这种叫壁虎的金属膨胀螺丝，觉得金属的硬度高，外面也全是锯齿，抓墙力和抗自旋转力也很好。它比通直径的塑料膨胀螺丝略粗些，都要敲进去才行。实测6毫米的承重有26公斤，承重再往上，也就是100公斤以上的话，就是这种带套管的304不锈钢膨胀螺丝了。
常见的有标准这种和带钩子的两种，也有6毫米、8毫米小号的。不过这种越长承重效果才越好。它的原理是，当你拧紧螺母后，螺栓尾巴会把套筒拉得炸开，撑在墙里实现膨胀。这个套管是相当硬，所以承重非常好。墙上单杠、沙袋、壁挂洗衣机、晾衣架、秋千都是用的这类膨胀螺丝，只是粗细长短的区别而已。但因为混凝土很硬，为了让套管在里面膨胀的更大些，就需要开的孔更大。比如8毫米膨胀螺丝要开10毫米的孔，松松的放进去这才对。如果你看到师傅是敲进去的，那开孔就小了。它的安装方式是先拧掉螺丝和垫片，放入剩余的套管和螺栓，把要固定的东西挂螺栓上，再套上垫片螺母后拧紧。拧得越紧，套管在里面撑得越开越紧。我的仪器上限只有100公斤，测不了它。大家只需要知道它的承重范围是100公斤起，有人或者重型设备参与的都选这种就对了。重量再往上，以吨为单位的话，就属于结构力了，就得用化学试剂填充了，就是面前这两种，化学毛栓和环氧直金胶。这个试剂一样的就是化学毛栓，药剂主要由耐腐蚀的乙烯基树脂、石英颗粒和固化剂组成。它和直金胶的区别，除了自身更便携、成本更高以外，化学毛栓只能适用于标配的单一规格的丝杆，直金胶则没什么限制。安装方式和上面那些普通膨胀螺丝有点不一样，要先打出大1号的孔，用吹嘴把里面的浮灰都吹净，用毛刷再进一步刷干净，再吹干净，反复几次。因为液态药剂类的固定，如果不把浮灰弄干净，吸附力会大幅下降。出完灰后放入试剂，配套的螺栓一头是尖的，一头是6角，就是拿来用电钻固定的。要用电钻夹着丝杆打碎药剂，搅拌均匀。25摄氏度的室温静置15到20分钟后，就能硬化达到最大强度。8厘米的这个螺栓能承重11到28千牛，换算成重量的话就是1到3吨，适合开孔少的大承重作业，比如地锁、幕墙结构、重型机器、窗户的固定加固等等。直金胶工地用的最多，名字就是它的功能，是专门往混凝土里固定钢筋用的，比如非承重墙里面稳固墙面的拉墙筋，2次结构里面的构造柱钢筋的种植，能适用于各种规格的螺纹钢筋，也同样能适用于各种丝杆、螺栓、铆栓。直金胶一般分主剂和固化剂两种，挤压时会自动配比。安装方法和化学铆栓类似，也是要对孔吹灰、除灰，好增加液态试剂的附着力。注满孔身的2/3后，慢慢旋紧钢筋螺栓，静置2小时以上才能硬化。承重能力看你钢筋的粗细了，单根承重在几吨到几十吨之间。但需要注意一点，直金胶和化学毛栓不适合于非承重墙，包括上面所有的膨胀螺丝也都不适用于非承重墙。能出来很多灰色渣渣的这种墙就是非承重墙，里面的这种东西长这样的叫加气块、泡沫砖、面包砖、气孔砖、轻质砖，它有好多名字。它就像硬的海绵一样，又轻又脆，膨胀螺丝很容易把它弄碎，固定不住。承重20多公斤的金属膨胀螺丝在这种墙面只剩6公斤，所以非承重墙要用单独泡沫砖专用的膨胀螺丝才行。小承重可以用中空壁虎，它拧紧后自身会像雨伞一样撑起来，会深深插入泡沫砖。实测承重为13公斤，承重没那么高的原因是因为它固定的太浅了。更大的承重，比如电视挂架这种，用穿山刺会好些，而且越长效果越好。泡沫砖专用的膨胀螺丝套筒一般固定的都不紧，稍微一拧就会炸开，而且炸的角度更大，这样它才能更好的插入泡沫砖，起到抓紧墙面的固定作用。我第一次测的承重结果为37公斤，发现尾部炸开的角度不够大，就拧紧了又测了测。第二次拧紧后测到的承重峰值有82公斤。所以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拧紧，效果才好。刚才前面长款的某鱼的尾部也能炸开，所以一样也是可以用在非承重墙的。
它的峰值数据能有91公斤，也是相当给力。另外需要注意，泡沫砖的开孔千万别大，大了非常容易打滑自转，固定效果不好。空心砖或薄的非承重墙也可以用这种短粗一些的3片式的膨胀螺丝，它也是一样，很容易就炸开。其实只要是尾部能炸开的空心砖都能用。墙面类型除了承重墙、非承重墙以外，还有吊顶和隔断。它们常用的是石膏板或木板。没刷漆的石膏板长这样，外面一层纸，里面是粉笔一样的硬石膏，硬度和泡沫砖一样很低，螺丝一拧就碎，也是需要特定的膨胀螺丝来固定。塑料蝴蝶式的这种和中空壁虎有点类似，也是拧紧后撑开固定。测了下，单个能承受23公斤的重量，基本达到石膏板的自身极限了。小重量想快速安装的话，可以用尖头这种飞机膨胀，你都不用打眼，直接就能敲进去，拧紧就撑开了。承重在12公斤左右。前面提到的中空壁虎，它本身其实就用在石膏板上的，4个方向的撑起足够牢固。承重20公斤，基本也是石膏板的极限了。短款的某鱼也可以用在石膏板。测了下有15公斤的承重，剩下几个都是不怎么常见的膨胀螺丝了，比如美式膨胀和插片壁虎，这两种都是一体式设计，敲击顶端尾部就能撑开，但都属于有进无出，固定了就拔不出来，拆不掉那种。木板用气钉箱或钉子简单固定后，电锤连木板一起打孔，放入插片壁虎，敲进去就好了。好处是不用拆螺母拧螺丝，操作简单，而且敲完这里没有凸出来的螺丝螺母。大多用于木板墙面找平和快速固定门框一类的。花瓣膨胀螺丝又叫铁膨胀，长得和中空壁虎很像，注意不要买错了，它很短。安装量比较大时都是用配套的这个钳子，它能直接把螺丝拉膨胀。然后再拧螺丝进行固定，大多拧在铁皮柜子、防盗门、肛门一类的薄金属里用，也是非常牢固的。用老虎钳夹紧后，别让它转，也能把它撑起来，就是略费劲。隔板销，拧紧这里，里面就膨胀起来了，是装隔板用的。墙上打孔后把它拧进去，隔板开孔后插它上面，隐形隔板就装好了。它里面是很粗的螺栓，承重非常好，放书、小家电或者图美观的话都可以用它。螺栓加预埋件，类似于木方的膨胀螺丝了。大体积或大承重的木质家具都是用它固定，需要公司钻头先给木头钻出螺纹，拧入6角沉头预埋件，再用螺栓进行固定。楔子、锤子、斧子或者凳子榫头固定不住，松了的话，锯个3角木片敲进去，再把多一部分锯掉就好了，这也是膨胀固定。拆的时候可以用自公丝拧进去，撬自公丝把它拔出来，就还能实现活拆。死榫，最原始的膨胀螺丝，又叫棺材钉、绝户榫。如果螺栓脱落又没有胶或者不想用胶的话，可以把榫头靠边的位置锯1-2个缝，卡上3角片再敲进去。敲到底后会自动实现膨胀效果，但会导致再也拔不出来，所以才叫它死榫。通常用于不用活拆的地方。OK， 各种墙面、各种材质上用的膨胀螺丝基本就这些了。水平和见识有限，有遗漏的欢迎补充，争取让这个视频达到最全面。下期分享如何把钻错的孔、大洞、碰掉的墙角修复到完全看不出来。我们下期再见。